蓝忘机轻声唤他：魏婴。魏无羡转过头来，看到了他，而半跪在魏无羡身前的那个蓝忘机渐渐变得透明。蓝忘机走上前去，替代了那个蓝忘机的位置，继续跪在魏无羡身前，紧握住他的双手。蓝忘机柔声道：魏婴，我带你回家。魏无羡先是一愣，旋即灿然一笑，迅速回握住他。蓝忘机拥他入怀，魏无羡抬起头，两人旖旎的亲吻。在睁开眼时，场景回到了静室，墙上挂着碧尘和随便，桌上摆放着蓝忘机的教案和魏无羡的笔记，博古架上是魏无羡自各地买回的精巧物件、稀奇玩意儿。书架上既有史书佛经，也有话本游记，谈烟袅袅，一世静谧。蓝忘机将魏无羡打横抱起，放到那张熟悉的大床上，两人衣物一点一点消失，他躺在他身下，全身赤裸，纯真懵懂。魏婴，魏婴。蓝忘机温柔地唤着他的名字，抚过他柔软的肌肤，深深进入他。两人紧密相连，不分你我，水乳交融，情潮翻涌。蓝忘机紧紧抱住魏无羡，闭上了眼，释放出自己的灵流，淡蓝色的灵光如涟漪一般四散开来，四周似乎响起了忘机琴音的和缓乐声。金丹的碎片慢慢被他吸引，缓缓向他靠近。金红色的光点在虚无的空中飞舞盘旋，那光点起初只如萤火，星星点点，然后汇聚成金光粼粼的河流，最后凝成了一颗光滑璀璨的金丹，飞入魏无羡纯白的身体之中。魏无羡悠悠行转，帐内一片昏暗，掀开帐子，外面却是初阳满地，春光明媚。这帐子的遮光性不错啊。魏无羡想着，顺手拨拉了一下。一摸就很贵。等等，很贵。所以这里是……这里是静室。所以这不是梦。魏无羡掀开同样一摸就很贵的被子，检查了一遍身上的桃花痕迹。所以，我和蓝湛做了，是真的做了。蓝湛扮了他。还扮的蓝湛怎么这么厉害？不光人长得好看，蓝湛真是什么都好。等等，身体有一点不一样了，这是结丹了。一觉醒来，居然有了金丹。算了，先不管这个了，反正金丹修成了就跑不掉了，还是先想想。蓝湛说我们是道侣。魏婴，百凤山也是我。蓝湛居然那么早就喜欢我了。魏婴，你是我得命定之人，倾心之人。不行了，我不行了。魏婴，我想要你。魏婴，我要你，一次不够。蓝湛，那个蓝湛居然对我说这种话。魏无羡把蓝忘机昨晚说过的每一句话在脑海里颠来倒去的回味，无声的尖叫着，裹着被子在床上兴奋又幼稚的拱来拱去，滚来滚去。蓝忘机端着食盒进到屋内时，看到的就是这样的画面：一只巨大的毛毛虫在床上翻来覆去，翻滚扭动，似乎扬了一点唇角。蓝忘机把食盒放在桌上，走到床边。魏婴，醒了吗？想吃什？一张劈头盖脸掀来的被子罩住了整个上半身。魏无羡跳下来，死死抱住头脸都被蒙住的蓝忘机，把他推倒在榻上。强奸！魏无羡双手粗鲁地在他身上乱摸乱拽。蓝忘机轻轻推他，淡然道：大侠饶命。魏无羡流氓道：小美人，我不伤你性命，我只劫色。然后就七手八脚去撕蓝忘机的衣服。蓝忘机双手挡在胸口，护住衣襟，铁钳一般。魏无羡双手去掰也掰不动。蓝忘机道：大侠，小生已有家室。魏无羡道：你的家室有我好吗？蓝忘机似乎认真思索了一番，肃然道：一样好。魏无羡愣了一下，哈哈大笑，搂着蓝忘机脖子吧唧吧唧亲了两口。蓝忘机抱住他，利落的一翻身，把他压在身下，重重吻了下去。一吻毕，两人气息都有些急促。这么开心？一觉醒来，发现你是我的人了，当然开心。来，再给大侠香一个。魏无羡飞快地洗漱完毕，打开了食盒，鸡丝栗子粥配上新鲜的时蔬，几块炸得金黄的藕夹和薯饼，一小碗蛋羹，
几碟小菜十分精致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。蓝湛，这是你做的吗？是。你真的给我做饭，我开心死了。魏无羡一边狼吞虎咽交口称赞，一边连珠炮般的发问：蓝湛，你都会做哪些菜？哇，都是我爱吃的。蓝湛，你到底是从什么时候起就开始喜欢我的？蓝湛，我们在一起多久了？谁先表白的？啊，肯定是我，当然是我。蓝湛，你怎么会这么多？我是说床上。蓝忘机不答，岔开了话题。魏婴，你的身体，你可感知到什么变化？魏无羡这才道：啊，对了，蓝湛，我结单了。魏无羡笑眯眯的抓住蓝忘机的抹额飘带摇啊摇，被你弄一下我就结单了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？要不你再多弄我几下。身体可有不适？没有呀，挺好的。为何这样问？怕我被你弄坏了。老实说，你技术真的好好，我就只顾着舒服了，爽死我了。我晨间检查你丹府，金丹运转正常，见你方才未谈及此事，以为你并未察觉结丹，故担心心丹有恙。魏无羡笑道：金丹哪有你重要？我自然是先关心你的事，那我们的事。蓝忘机愣住了，金丹哪有你重要？找到魏无羡那日，医师曾说，魏公子是自爆金丹，借金丹自爆之力，瞬时摧调大量灵力，结成护体屏障。因此魏公子自滚滚江涛中生还，却极为受伤。金丹裂开，无论裂痕大小，尚可温养重修。自爆金丹，使金丹碎如齑粉，散入灵脉，今后怕是永难结丹。寻常修士绝不会采取这般决绝手段。魏公子求生意志，临场决断，忍痛能力，当真异于常人，令人敬服。蓝忘机知道金丹对于魏无羡而言意味着什么。魏婴他放弃了金丹，用这样痛苦而惨烈的方式换取最大的生还可能，回到自己身边。魏婴相信自己会及时找到他，甚至魏婴相信自己有办法能助他修复金丹。但是如果未能在7日内寻到他，或是未能想到复丹之法，这金丹结不了便结不了吧。金丹哪有你重要？蓝湛，我不会死的，不会再让你像上次那样孤独等待了。想要他，昨天白日里无数次的触碰他，无数次的想要他，但也未像现在这般急切难耐，想将他拆吃入腹，融入骨血。魏无羡疑惑道：蓝湛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抬头瞧他神情，怔了一下，随即伸出一只脚，用脚背轻轻去蹭蓝忘机的小腿，坏笑道：蓝湛，你现在是不是有点太色了？蓝忘机看着他，眼底仿佛有了血丝，沉声道：是你说的。魏无羡用脚趾在蓝忘机腿上画圈勾缠，笑道：我说什么啊？蓝忘机目光烫得吓人，哑声道：你说多弄几下。魏无羡大笑着张开了双臂。欢迎加入本频道会员，听完整版故事。